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 Carimin 石油。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 Carimin 石油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Carimin 石油成立于2012年3月，是一家投资控股公司。旗下的子公司业务主要为马来西亚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提供技术和工程支持服务。公司的历史背景需要追溯回31年前，1989年5月 ，Carimin Sdn Bhd 成立，是一家由 Mokhtar bin Hashim 和 Cipta Pantas 合资成立的公司。当时的业务是提供检查服务、项目管理支持服务，包括寻找顾问、专业人士、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其他质量保证服务。2003年，公司开始将业务多元化，为海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提供小型加工服务。2005年，随着小型加工服务业务逐渐扩大，公司成立了 Carimin Engineering Services Sdn Bhd， 主要是为海上和陆地上结构提供海上调试服务、维护、工程和小型加工服务。除此以外，公司位于登嘉楼州的小型加工厂也开始运营。2010年，公司成立了 Carimin Equipment Management Sdn Bhd， 为海上和陆地上的石油和天然气工程提供设备和工具租借服务。2011年，公司成立了 Carimin Marine Services Sdn Bhd， 开始了海上资源船租借服务的业务。2014年，Carimin 石油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5257 Carimin。2016年，公司收购了 Noble Corp Builder Sdn Bhd， 现在改名为 Carimin Bina Sdn Bhd， 并开始涉足土木合约和岩土工程。2019年，公司收购 Subnautica Sdn Bhd 68%股权，并扩展业务到海底工程，特别是水下工程、检查、维修和保养工程和服务。经过了30多年的转变， Carimin 石油已经从之前的人力服务供应商变成了一个多元化业务的新兴承包商，成为油气支持行业的知名公司之一。Carimin 石油的核心业务是为上游石油公司提供技术和工程支持服务，通过3个不同业务领域来经营，包括施工、连接和调试，以及维护、人力供应服务以及海事服务。除了经营石油与天然气相关业务，公司也从事着土木建筑活动，以在石油和天然气低迷时期帮助公司渡过难关。Carimin 的施工、连接和调试以及维护部门隶属于子公司 Carimin Engineering Services Sdn Bhd， 在2019财政年为公司提供了总营业额的60%以上。除了提供这些服务以外，这部门还在其加工厂提供工程、采购、建造、安装和调试服务、翻新、退役、堵塞和废气以及喷气服务。2017年9月，Petronas Carigali 向公司颁发了一项为马来西亚半岛、沙巴和沙劳越提供维修、建造及改造和液压修紧机合约，期限长达5年。2019年7月，公司获得了大红花石油颁发的合约，为纳敏原油码头提供机械和管道维护服务，合约期限为2年。1个月后，公司又接收了 Petronas Carigali 所颁发的15个月合约，为其安溪油田提供连接与启动及上部结构维修服务，以及登嘉楼原油码头有关的工程。又过了4个月后，公司再获得 Petronas Carigali 颁发为期4年的合约，提供综合连接与启动服务。人力供应服务部门是由 Carimin Sdn Bhd 经营，提供训练有素、高技能和经验丰富的人员来执行或实施各种服务和系统。在2019财政年帮公司赚取了8700万令吉，相等于总营业额的20% 左右。2018年12月，该部门获得了 Repsol Oil and Gas Malaysia Limited 的人力供应合约，其中包括提供海上技术人员，期限为1年。2019年5月，该部门与 JX Nippon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Malaysia Limited 签订了一份临时合约，以提供第三方人力供应。2个月后
公司又接受了为 Enquest Petroleum Production 钻井计划提供钻井人力服务合约，为期3年。另外，公司又在同一个月获得了 Kembangan Petroleum Operating Company Sdn Bhd 的合约，为其提供一般和专业人士服务，为期5年。Jarimin 的海事服务部门由 Jarimin Marine Services Sdn Bhd 负责经营，在2019财政年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15% 以上。公司目前拥有3艘海船，即全资拥有的 Jarimin Iris 3用工作船和 Jarimin Acacia 动态定位住宿工作船，以及通过投资Synergy Kenyalang Offshore Sdn Bhd 拥有 SK Deep Sea 住宿工作船15% 的所有权。3用工作船适用于钻井物资和器材、钻井钢管、燃油及生活用品等。另外，3用工作船有时还用作紧急响应和救援船以及补给运输。住宿工作船就拥有大面积的甲板，适用于运输补助设备、线轴、集装箱和其他货物。在2019财政年，该部门通过自己的船只和第三方租船人的组合，为 Petronas Carigali 提供海上服务。当中的 Jarimin Acacia 和 Jarimin Iris 均被部署到都浪油田。除此以外，公司在2020年年初又获得了 Petronas Carigali 的工作船合约，为该公司提供住宿工作船长达716天。Jarimin 的土木建筑部门是由 Jarimin Bina Sdn Bhd 负责经营，在2019财政年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2.5% 而已。虽然土木建筑部门暂时还无法为公司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是管理层有信心将此部门成为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并且在未来将转变为一家成熟的建筑公司。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Jarimin 石油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Jarimin 石油在2020年第2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9626万令吉增加了 11.3% 至1亿713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525万令吉上扬了 52.9% 至805万令吉。营业额和净盈利的增长主要归功于施工、连接和调试以及维护部门的海上油气活动增加，还有海事服务部门的船舶使用率提升所致。然而，人力供应服务部门和土木建筑部门的营业额就相对的减少了，因为人力供应服务已完成 Rapid 的合约项目，还有土木建筑部门的订单也下降了，从而拉低了营业额的赚幅。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6个月前减少了 6.4% 至3亿3906万令吉。总资产的主要变动在于合约资产以及应收账款，分别减少了4600万令吉和2000万令吉左右。合约资产与应收账款不同，因为应收账款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无条件收取付款的，而合约资产不仅承担信用风险，而且还承担其他风险，如履约风险。其他值得留意的是，公司的短期投资、定期存款以及现金和银行余额比上半年增加了，所以流动资金是非常充足的。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6个月前减少了 19.2% 至1亿6495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主要的变化是应付账款比上半年减少了接近 50%， 还有就是公司的长期和短期贷款也有减少的迹象。虽然其他应付款和应计费用有稍微增加了，但也无法改变公司的债务减少的事实。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增加了 46.8% 至5211万令吉。从表中了解到，现金流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在营运资金中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从支出转为收入，以及合约资产的支出也有所减少。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就比去年减少了 60.9% 至41万令吉。现金支出减少主要就是公司在这季度减少了收购子公司或合资企业。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也是比去年减少了，一共减少了 36.9% 至1149万令吉。
从表中可以发现，主要是因为公司在上半年偿还银行贷款比这一季多，才令到这季度的现金支出看起来下降了。总结来说，无论是汽车、飞机、轮船、火箭等交通工具，都是使用由石油提炼的燃油来发动的。除此以外，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使用大量的石油制品，例如 SCGM 所制造的塑料包装， EcoWaste 建造的 Dude Highway 所使用的沥青，帕迪尼衣服中使用的化学纤维，巴马尼亚哥的药品中所含有的 benzene 物质、清洁用品以及化学品等。由此可见，人类对于石油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依赖性，所以石油业是属于一个长期需求业务。话虽如此，在2019年年尾开始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到各国封城锁国，经济处于休克状态。由于生产停顿了，石油的需求就自然暴跌，导致原油价格一路下滑。在4月21日的原油期货市场更是一度跌至负值。虽然加利命石油不是属于上游汽油业，不会直接受到影响，但是油价下滑会导致上游汽油业减少项目招标、标价缓慢，以及工作订单受于速度变慢等，从而间接影响加利命石油的业务。那么现在是否不好再碰石油业的股票呢？各位又觉得石油业可以度过这次的难关吗？记得留言和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